大家好，我是仁谦，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让我用各传佛教的师资学历、数百万字的翻译经验、10年来的教学经验，与你一起聊佛辩经。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们要延续我们介绍《心经》这部非常有名、非常重要的经典里面的经文的这个结构。在《心经》这个系列呢，我们在一开始的第1集就介绍过了色、受、想、行、识，也就是所谓的五蕴，提到这个是在描述人的感官体验。第2支呢，我们谈到的是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包括就是我们人类是如何看透外在的无常与空性。后来我们还谈到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主要指的是我们不要被概念绑架的这个循环。当然，我们还另外介绍了这个般若、佛母等等啊，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心经》这一系列里面看到。今天要介绍的核心经文，其实是《心经》里面最多人，几乎是所有人都会传唱的一段经文啊，因为呢，它常常被用在很多的这种流行文化里面，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而我今天呢，要尝试从一个不太容易切入的角度来介绍空性。最后呢，我会稍微提到我这支影片是受谁的启发。那今天要谈的是叫做空性的4种误解。所谓的空性的4种误解呢，讲到这个故事之前呢，我要先退后一下，跟你分享一个藏传佛教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师的故事。差不多在公元11世纪左右，在后藏地方，也就是藏区的这个南边呢，有一个医生家族，一个世家。然后呢，他们出生了一个年轻的医生。然后这个年轻的医生呢，在藏医学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医术算是非常精湛，而且是一个很有学术性格的一位学者。不幸的是呢，在20几岁的时候呢，他经历了家里面的无常，他的夫人跟他的小孩2个都过世了，因为一个疫情。然后在过世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夫人就告诉他，如果呢你继续在这个世俗中生活，你可能就会不停的经历这样子生老病死的痛苦。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出家，如果你出家的话呢，你可能就可以摆脱这样的痛苦。然后这个年轻的医生就答应了自己的夫人要出家。然后在夫人过世之后，他安顿好了家庭，然后就到了拉萨地方，也就是所谓的前藏，我们现在讲比较中部藏区的地方出家，然后研究佛学等等等等的。当时呢，这个年轻的医生，一般我们称之为叫做达波医生，因为他来自达波这个地方，或达波是他的家族的这个名字。达波医生在出家之后呢，学习禅修，他在这个禅修上有非常卓越的体悟。同时，他当时拜在这个藏传佛教当时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重视禅修的一个教派，叫做噶当派，在这里面学习，然后也有很高的一些见地跟体悟。但是呢，总是觉得对于自心的真实状态，他不是那么的熟悉，就总觉得隔了一层纱的感觉。然后有一天呢，他在闭关结束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他的这个关房。到了关房外面的时候呢，就路边坐了几个乞丐，然后几个乞丐都在聊天哦，就在讲说，哎呀，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是什么。然后第3个乞丐他就说，你们有些人喜欢的是富人，有些人喜欢的是贵族。我个人呢，最喜欢的就是那些修行人，特别是呢，有一位叫做米拉日巴，就是我们所说的密勒日巴。这个修行人哦，他过得特别的自在，他的人生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他过得特别的开心，感觉就比你们描述的那些达官贵族都还要开心。达波医生听到了这个米拉日巴的名字的时候呢，根据记载哦，他就无法控制的开始流泪，然后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就是打冷战这样。在这个佛经文献上认为，这个代表他跟米拉日巴是过去是有姻缘，有这个叫做宿缘，过去的缘分。然后达波医生就拜托这个乞丐带他去拜见米拉日巴，告诉他怎么去找到这个米拉日巴。那么经过了这个长途的跋涉旅行等等的，最后就他成功的拜见在了这个米拉日巴的座下。米拉日巴是当时藏传佛教乃至于到现在都公认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修行者，但他不是一个僧侣，他是一个一般人，就跟你我一样的一般人。他之所以叫做惹巴呢，是因为他都只穿一件白色的布啊，那个白色的布在藏文叫惹巴，那米拉是他的姓氏啊，所以就是一个穿着白色布衣的一个米拉家族的人，然后是这个意思。那米拉日巴呢，他的弟子们全部都跟他一样，都是这种叫做惹巴，就是一般的在家人，不是出家人，都是穿着这种布衣在修行的人。他的这个弟子中哦，出家人非常少，可是他曾经得过一个预言，就告诉他说，未来呢，你的这个传承会交给一个来自达波地方的医生。所以当这个达波医生来拜见米拉日巴的时候呢，米拉日巴就知道他就是我的传人。然后这个达波医生呢，后来就成为了藏传佛教知名的大师，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传承最重要的祖师，叫做冈波巴。冈波巴拜见米拉日巴的时候呢，米拉日巴跟他有了一系列的对话。那冈波巴他不是一个白纸嘛，就是说他在拜见米拉日巴之前，他就已经学过很多的佛学的理论，所以呢，他当时就问了米拉日巴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空性有关的议题。这边我要引用一段就是藏传佛教的一位现代知名学者的一段著作，他说虽然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的许多学者根据中观思想对空性和中观见解写了很多著作，但清楚说明空性见解错误方式的，似乎很少有超过至尊米拉日巴和至尊达波父子的。至尊米拉日巴向至尊达波说，空性见解有4种歧途，至尊达波基于这个口诀进行了精炼的阐述。
这个故事其实就发生在梅拉热巴跟冈波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达波指的就是冈波巴。冈波巴第一次见到梅拉热巴的时候呢，他就向梅拉热巴问了一些修行的问题，其中关于空性，我们一般在讲什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那个空性，玄之又玄的空性，他就问了几个关键的问题，而梅拉热巴就非常直率的告诉他，修空性的时候容易产生4种歧途，或者叫做4种误解。而针对空性的这4种误解，后来成为了在冈波巴的弟子教学中非常重视的一个学科。我们甚至可以说，很清楚的讲清楚空性不是什么是什么的这一种分类方式，就独存在于这个4种误解的教导之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谈到这4种误解。那这4种误解啊，我尽量就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解释什么叫做空性的4种误解。我们会先讲一个故事，然后再讲这个误解以及正确的方式。你是否曾经迷失在生活的洪流中？初始曼陀罗带你深入探索灵魂蓝图，解锁你的本命特质。我们的状态并非静态，透过能量曼陀罗，你可追踪今日7个生命要素的变化，并获得及时调整身心的智慧指引。更多丰富功能，开启你内在的无限潜能。每日金句，点亮智慧；占卜牌卡，指引方向；百项工具，自由锻炼。今天的练习中，我们要反思那些让我们钦佩的人。我们要为今天的练习设定一个目标。你可以想，让我们先深呼吸3次，感受一下此刻的存在。智慧系统，认识自我。I Mandala 不仅是应用程式，更是你认识自我、提升能量、实现丰盛人生的智慧伴侣，让你从灵魂深处绽放光芒。I Mandala 认识你的灵魂蓝图，活出生命圆满。第一种误解是把空性变成一个东西。谈到空性啊，你现在只要随便的打开，比如说 Threads， 打开 Facebook， 打开 Instagram， 然后你去佛教版，在这个佛教版下面，你就看到有一堆的好像很懂佛教的人在下面留言，讲什么空性啦、清净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学佛的这个资深的佛教徒，他对于佛教的空性的理论是非常理解的，甚至于对于大乘的经典，很多时候都信手拈来。但是呢，这个假如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完全不懂佛法的学生，拿着一朵花问他说：“这朵花的空性在哪里？”请你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清楚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明确的说出所谓的花，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些玩偶，它的空性在哪里？当一个很懂这些抽象东西的人，你要他从一个现实的例子中指出空性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是指不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把空性视为一个东西。那么什么叫做真正的我们说物理的空性是什么呢？我们延续着刚刚这个例子，就像一个茶杯，某一天你在使用的过程中裂开了，然后茶水慢慢的渗出，你突然发现到这个茶杯的存在其实不是只是一个茶杯，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泥土、有窑火、有工匠，甚至于有我们的购买，然后里面倒入了茶水等等，这一切的组合而存在了一个茶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茶杯的存在，这个就是茶杯的空性。同样的，花的存在是因为有种子、有阳光、有水分、有时间，也有我们的观看，花才会存在。所以所谓的空性不是花以外的东西，空性指的就是不论是花也好，茶杯也好，或者是我现在讲的这些玩偶也好，它本身存在的当下就是需要很多条件组合而成，那个就是空性。当有人问我说这个玩偶的空性在哪里，你看着它的同时，你就在看着它的空性，因为空性不是它以外的另外一个东西。很多佛教学者会倾向于把空性认为是独立于事物以外的某个东西，然后花了很多的思考、哲学、抽象去辩证这个空性是什么。但其实佛教所说的空性就是事物的真实的面貌，它隐藏在所有事物之中。所以第一种误解，把空性当做一个东西，就会倾向于把空性当做一个概念，然后去思考这个概念跟抽象的概念，以为这个空性是存在于这些概念以外的。可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首先空性就是所有事物本身的本质，空性就在事物之中。空性跟事物并不是独立的两个东西，我们观察事物的时候就能观察到它背后的空性。这种把空性跟事物单独拉开来思考，以为空性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东西的这种思维，最常出现在学者之中。学者之中很容易出现这种比较抽象型思考嘛，容易不具象嘛。所谓的抽象就是不关注于现实嘛，所谓的这种不具象的思考，就很容易进入这种把空性视为某个东西的陷阱之中。这里跟你分享一个具体的一种缘起观察的练习。如果你对于空性很有兴趣，可是你觉得你有这种问题的话，可以帮助你改善这种认知。你每天可以花个3到5分钟的时间，选一个你日常的用品，比如说手机啊、咖啡杯啊、笔啊，然后接下来你要做解构，就是这个东西是由什么东西组合而成的，以及里面的每一个原料是从哪里来的。你可以试试看把它写下来，你可以试试看把它记录下来。
第3步骤，如果你还想要进入更深的一点的分析的话呢，你可以观察它存在的当下为何而存在。比如说像我现在的这个玩偶，它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玩偶，可能是因为它就是一个佛教性的一个玩偶，它是爱染明王嘛，猫咪版的爱染明王。所以呢，它可能是因为能够放在一个佛教的摄影棚里面，它看起来就很 match， 或者说它可以放在一个玩具店里面，它很 match。可是如果它现在被放在一个垃圾堆里面，它就完全无法展现出它的特质。观察它存在背后的这个因缘条件是什么等等。总之，所谓的对于这种空性的禅修，不是要去找空性，而是要去观察它是靠哪些东西而存在，观察它的缘起，你就能够找到它的空性。这个是对于空性常见的第一种误解，以及它的解决方式。那么第2种误解呢，就是空性变成一个标签，这种蛮常存在在这个佛教文化氛围。就比如说我们佛弟子嘛，你都有时候就会参加一些法会啦，或者说做一些志工项目，然后做这种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好像累积了很多福报，对吧？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得到了一种福报，一种功德。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佛经告诉我们，你做任何善行，你最后都要回向，而回向的时候呢，要3轮体空的回向。那很多人会怎么做呢？就是你会想象你到了佛菩萨面前，然后闭上眼睛，然后祈祷今天我做的善行可以分享给一些众生，然后就好像原本的那个善行，就想象它好像被贴上了一个空性的标签，空性就变成像是一个 sticker， 一个标签一样贴上去，然后它就变成空的。可是呢，一方面我们这么做，但是一方面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你很努力奉献，可是在你们的团体中呢，得到最佳志工奖的是别人，那个时候内心总是会觉得不对劲，我做的不少啊，为什么不是我呢？其实这个就证明了我们所做的这个把善行变成空的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本身是因缘条件构成的。我们今天能够去为一个道场做善行，不论说我今天供养的佛像也好，或者说不论说我今天有机会到这个地方的交通工具也好，或者是今天这个道场存在等等，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付出，我能够在这里布施，能够在这里造善，本身都是许多的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才让我有办法在这里奉献跟贡献，并不是我不需要依赖这些因缘条件，我就有办法在这里付出或贡献。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没有独立存在的善行，也没有独立存在的行善者，当然也没有独立存在的一个帮助的对象，所有事物都是因缘和合才能够存在。认识到自己能够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是许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这个才是所谓的我们讲的就是3轮体空，或者说造善的时候的空性。这一种认知哦，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情况下大家都不知道，没有意识到的。为什么说把这个空性视为标签是一种错误？因为刚刚描述的那一种认知呢，比较像是认为事物，或者说认为我们所做的善行，或者说功德本来不空，然后我要透过某个想象把它变成空，就很像是你做善行的时候，认为这个善行是我才拥有的，不需要任何依赖别人，我自己能够去完成的。后面呢，还需要透过想象它是空性，把它变成空性。这一种认为事物本来不空，或者说善行本来不空，要透过行为把它变成空，就是所谓的空性变成一种标签。你贴了标签，它才变成空。这是对于空性的第2种误解。第一种误解是事物以外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空性。第2种误解是认为事物本身不空，我贴了空性的标签，它才变成空。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在我们所做善行的当下，它本来就一直是空性的，不需要我们透过想象来把它变成空。像在密宗或者密法里面它会做很多关于空性的禅修。可这个空性的禅修其实不是要把事物变成空性，事物本来就是空性的，没有意识到空性，那个是我们的问题。要改善、要进化的是我们内在的认知。那这种练习其实就特别好做了，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在做任何事情，不论是你要刷牙、你要煮饭、你要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3秒钟，问问自己，我现在能够在这里做这件事情，依赖的3个条件是哪3个？你随便举出3个都可以。我现在在这里是谁帮助我让我在这个地方？这里的环境是谁形成的？我身上穿的衣服是谁做的？当你透过这些的练习，让自己意识到我在做的当下就是依赖很多因缘条件而能做，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空性的认识。刚刚提到的这种对空性的误解这种把空性当作标签的这种误解，其实在藏传佛教中特别容易出现在我们称之为叫做新义派的这个派系里面。第3种误解呢，是把空性变成一个桥梁。你知道现在流行很多的这种禅修营嘛，所以我们通常都会觉得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无明跟误解，所以透过于空性的禅修，我们可以变成一个觉悟的人。的确，经过了可能在闭关或者说连续7天的一些短期的一些禅修训练，我们的确可能让自己进入到某种状态。然而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这一个修炼又会退步，我们就好像把禅修练、禅修营的这种训练呢，把它变成了一种定期的充电一样。这个其实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把禅修空性视为变成另外一个不是我们的人。我们觉得自己现在状态不好，我透过禅修，我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禅修或者说空性，它不是一道桥梁，它不是让你从 A 点走到 B 点的一个桥梁，它其实是去让你往向内发现的一股力量。所以它不是一个向外的一个桥梁的过程，而是向内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有一个很本质的差异因为当你是用一种
由 A 到 B 点的方式在看待问题的时候，你很容易逃避问题。比如说，如果你认为禅修空性能够帮助你改善问题，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禅修空性的时候，比如说你今天出现了愤怒，你内在出现了不开心、不愉悦的感受跟想法或烦恼，你可能会觉得哦，那我要来禅修空性，然后这个想法就会消失。你希望透过于禅修空性来达到有烦恼变成没烦恼这个结果。但如果你知道正确的方式是向内发现，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反过头来观察你内在的那个情绪，去关注它跟发现它。当你去关注它跟发现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内在所隐藏的觉性。这里的一个重点是，我们往往会以为自己本来不足，透过禅修的空性，然后到达一个正确的彼岸，或者说一个桥梁，到达一个正确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本来就具备了一切我们需要具备的东西。禅修空性或者说空性的理解，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内在真实的状态。所谓内在的觉性不是要去对外追求，而是要向内追寻。刚刚讲到的这种会关注于向外追寻的这种，其实刚刚好就特别容易出现在冈波巴大师他自己出生的那个教派叫噶当派。因为噶当派他们讨论空性的时候，特别喜欢讨论物理性的空性，而不是讨论心理性的空性。而以米拉日巴大师为首的这种禅修者他们喜欢关注的是内心。如果把空性视为一个桥梁，是帮助我们去发现到另外一个不是我们的样子，或者说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我们本来不是的人，这个就是一种空性的谬误。正确的方式是要去发现到自己内在本来就具备的力量。这个练习其实重点是什么？就是要练习一个向内关照的事情。你可以每天花多次的时间做几个简单的练习。首先就任何时刻你可以停下来，给自己一个10秒钟的时间，然后问问自己现在是谁在感知一切，谁在觉知一切。你不用回答，你只需要发现内在好像有一个我在觉知，然后他一直在那，那就够了。你也不需要去放大它，也不需要去关注它，你只需要练习到向内观察，然后你会发现到你平静的时候这个觉知存在，你烦躁的时候这个觉知也存在，你快乐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这个觉知都存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变成觉知，而是发现自己内在就存在的觉知。那么第4种误解呢，是空性变成一面盾牌。空性变成盾牌，我认为是现在大部分学佛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不是属于跟修行有关的环境。我们学佛嘛，我们就会学到很多佛教道理。所以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们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比如说你失恋，或者说被解职了，或者说你一个很重要的朋友背叛你了，这个时候我们内在会有很强大的痛苦，就好像胸口压着一个石头一般。然后呢，如果你学过佛法，你可能就会被洗脑，说痛苦是空性的，痛苦是假的。然后你就好像找到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不停的在内在重复，痛苦是空性的，轮回是空性的，恋爱是空性的。所以呢，当你想起你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你就提醒它是空性的；当你感到嫉妒的时候，你提醒它是空性的。我们把空性当作盾牌，当我们内在出现所有的烦恼跟情绪的时候，我们都把它举起来挡住它。可是痛苦其实没有减少。比如说，如果你失恋，你看到以前对象的社群动态，你心一样还是揪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更努力的去提醒自己是空性，更努力的把这个盾牌举起来。随着时间进展，表面看起来是平静的，但其实所有的痛苦被空性压在下面，你没有真正的看见它。正确的做法其实是要去面对自己的痛苦。你会发现这个痛苦呢，就如同海浪一样袭来，像心碎啦、恐惧啦、不确定性啦，你要去面对它跟观察它的时候呢，你才会真正去认识到痛苦里面的各种样子。痛苦可能是有很多概念组合而成的，痛苦可能真正对你的影响比你想象中更小。痛苦甚至于嫉妒，任何东西出现，你可能都会发现哦，它是被某个东西触发，它影响了我对我自我的认同，它构成了我对某件事情的幻想。只有当你愿意去面对痛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它的那个本质，就痛苦也是缘起的，因此你才会看清痛苦它其实是空性的。刚刚讲的这种把空性当成一面盾牌它其实只是仅仅理论上的理解空性，用这是空性的这个盾牌来回避所有的烦恼，然后抓着空性的这个概念，不是在真实的面对烦恼。真正的这个空性的理解是我们在面对烦恼、面对内心的问题的时候，看到烦恼里面存在的缘起的这个本质，而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看到它的空性。所以相对于把空性当成一个盾牌来挡，我们要做的是去深入观察自己内在的烦恼。在这个传统文献上认为谁最容易犯这种错呢？就是有一些禅宗的修行者，或者说在密宗里面称之为叫大圆满的修行人，特别容易犯这种把空性当作盾牌的错误。那么具体的正确的练习，当然就是当我们内在出现一个强烈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贴任何的标签，我们只需要去感受它，可能可以做3个层次的感受。第一个，这个情绪在我身体的哪个位置产生影响？胸口、脖子，还是我的心跳，还是我的末梢神经？它给我带来的感受是什么？第二个，你去看看它里面带有什么东西。我现在的这个愤怒好像是一个个体呢，还是很多个层次？然后第3个，是什么事件触发它的？是什么画面触发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音档触发它的？从它给我们带来的身体感受，到它的组合，到它触发的条件去做观察。这个时候重点就是，我们不是要用空性去压制它，而是去透过观察来看到它的本质。所以综合以上所述，你会看到空性的4种误会。
把空性当做一个东西，把空性当做一个标签，都是没有意识到事物本身就是空性，把空性认为是附加上去的。后面2个呢，则是关注于内心。第一个告诉我们要关注的空性是内在的空性，第2个遇到内在的问题的时候，不是拿空性去挡它，而是要看着内在的问题。这4种误解其实都有一种共同的特征，就是我们把空性认为是实体化、工具化、过程化跟概念化，但这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是，空性一直都在，空性就在我们的心中。空性是一个我们需要去直接体验的东西，不是用概念上去操作的东西。那这才是正确的。核心的原则是，空性不是要去达到的跟追求的，而是要认出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于空性的分析可以代表了某一种就禅修者们或者说实修家们对于空性的体悟。那当然，在传统的语言上呢，并不是把空性称呼刚刚4个名字不是称之为东西或标签，只是我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所以用这种方式来介绍。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很多人讨论空性，但很少人知道真正的空性应该怎么去做，特别是在禅修殿上它应该怎么发生。最后呢，我要感谢这一集，我是受到了一个我的前辈，我们噶举派的一个中药佛学院 Rumtek 佛学院的 Campbell， 他会总讲一点中文 ，Campbell 这些类通的启发。他在今年的这个冈巴巴大师圆寂纪念日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受到这篇的启发，以及后续我跟他的求教，然后整理出了今天的这个脚本，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想跟我一起在21世纪学佛，欢迎下载我们的本师指南针 App， 里面有100堂佛学基础音频课程，各种课程和工具，还要加入罗瑞引擎 Line， 关注我们最新学习资讯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